我覺得不是賭啦，股價漲我就知道它財報好，自己就是靠財報選股啊。你想找的就是這種，法人也不多，但是你覺得它被低估，暫時的賬面上的虧損，我願意去吃。看法上如果有旗艦，而且還要所謂的 make sense， 我只能講說是不同的流派。Gambling 跟賭博跟投機跟投資，我覺得還是有一定的落差存在。畢竟長期來說，股票市場是正和，因為會隨着經濟的成長而成長，會隨着公司的成長而成長。長期來說是這樣子，對。但是如果你做得很短，你是看短 tick 的，可能在某個程度上就是零和遊戲，你贏的是其他人輸的錢。我們這個真操盤人生就是很奇妙，就是因為你的風格一定是取決於你的個性才做出來的。我們都知道，当時我們都是年輕的，我們都是賭徒，甚至非常瘋狂，在现在人看起來不可能的操作方式。本小膽大，本小膽大，对啊，本大的膽子就小了。本小膽大，对吧？有賠過大的膽子就小了。他們還不知道一個事情，當年那個，因為我跟那個出來吃飯，他說當時你那個重壓就是你們 CCH 啊，对啊，对啊，对啊，他先跟了单，然後大家就非常有勇氣，就一直下，一直下，对啊，对啊，但是那個就是你踩到一次雷，可能就白啦，可能就虧光了。當時也不算踩到，後來你319完，我記得你又，我不確定我有沒有記錯，你後來又壓一波，又馬上上來了，1個月內財產就回來了，沒有全部回來啦，回來很多，對不對？對，因為那時候就是剛好壓到最後面板的最後榮光啊，對吧？選擇權有搭奇美的權證，那時候還不是群創，那時候還是奇美。我認為你發展到10幾20年以後，有可能會非常非常恐怖，因為你的特色叫穩定。這個穩定不是一瞬間爆衝的資金，但它也不會因為資本變10億20億而有什麼改變。我就一直覺得你有這個特質。應該說，就是我覺得我現在的做法可能9位數都還沒什麼問題啦。對啊，再大我就不曉得。10位數我覺得問題看起來也可能會遇到一些流動性的問題。換成美股呢，是不是就沒問題了？對，但是我沒有在美股測試過方法，所以沒有測試過。我到後來，我一直個人的發展還是很喜歡風險。就是說我很樂於承擔很多變因，所以我講股票市場就是賭，是因為我覺得，畢竟我停損設好了，我追的夢大一點，就比較無所謂。其實你要想說風險承受有很多種，對，不同的方式嘛。對，你越集中，相對來講，你的可能要承擔的風險就越大。你槓桿用越多，你需要承擔的風險就越大。對啊。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說，我少用一些槓桿，在能分散的範圍內盡量分散。如果我找不到足夠讓我分散的標的，我寧願空手。對啊。你的意思是，即便是現在是一個不錯進場時機，但標的可能只有，比如說你的預設都20檔，我認為都感覺有15、20檔以上啦。對，現在都更超過了。假設現在只有9檔好了，不管是你有沒有比較沒有做功課還是怎麼樣，就是比較少。你會考慮我不去做這9檔，我就空手，是不是這個意思？我可能分配一定的資金到這9檔裡面 ，OK， 然後超過的部分我可能就留現金。所以每一檔你會給他的資金配額是有一點是有點像是固定的 range 在。對，就是我現在可能一檔大概就是2%到3%吧，對吧？所以你投入的資金取決於你找到標的的數量。也可以這麼說，可以這樣講。當然了，如果無限大，當然也不會投入到無限大，因為我知道國外操盤公司它會讓一個交易員不會賠超過多少就會叫他暫停。所以你的意思也是像這樣子，有點類似。我這邊做一個假設，就是我在思考這件事情，跟我這幾年的變化有關係。是不是你對總體經濟的信心不足？所以我們在2008年進場時間點完全不一樣，你是6000點進場。6000點就開始，我忘記6000多少點，應該我從6000就開始慢慢往下探嘛。那我真正進場點是在4000，因為我還是以技術分析為主。那我認識的朋友，有的是在事後了，已經漲很多他才進場。也就是說，我們3個時間點完全不一樣。但你是我生命中認識最保守的投資者，但你進場時機是非常非常早的，甚至很多人那時候都不會進場。你的想法這個跟保守好像會衝突到，你的感覺是？因為我其實是分批在進場，對，然後我有看一些歷史數據嘛，對，是至少哪些呢？
歷史的那個指數本身歷史的股價淨值比。OK， 你在6000點以下，可能那已經是大概10年以上才會出現一次的低價，就是低價區了。對，哦，所以如果歷史的就是股價淨值比的分布是那個樣子，未來可能也是接近那個樣子的話，我在6000點以下買，可能都是10年一遇的機會啊。至少未來的10年，這可能都是一個相對的低檔區。我為什麼不去買？我懂，所以你的做法比較偏向你剛剛提到看論文跟看數据，所以其實在這方面會比較有一點學院派，比較相信這種數據給什麼我就做什麼。相對來講是這樣子啊。事後看啦，會不會考慮等領先指標或同步指標的經濟數據有一點翻揚的時候再進去都不遲？事後看你會不會這樣覺得？因為我針對很多下跌做了研究，其實那個時候如果把這些納入考量的話，都不急着進場，還是你想要早點卡位，你不想等翻揚再說？其實你資本小的話，你可以等右邊再進場，那個絕對是沒有問題的。對，那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當初設定的方式去進場，分批往下買。在4000點的時候，應該大家都會在下看3000、2000點，真的等到指標開始有在反轉的時候，我記得已經談到5、6千了，已經談到5、6千了，真的是5、6千了。所以事前進跟事後進差不多，我覺得不會差很多啦，差不多，對啊。但是如果你不希望去承擔那個下跌的風險的話，你等到指數站上季線，你再試着進場，我覺得沒有任何問題啊，對吧？那我是因為我已經下了這樣子的判斷，那我也願意接受，就是它持續往下跌，暫時的賬面上的虧損我願意去吃，對，所以我的決策是這樣子。我在想那個時候如果不用財報選股，會不會獲利更多？因為那時候已經股價這麼低了，是不是就只是拼它的高成長性，甚至你去看它的未來的支出、它的擴張，我們講它的資本支出，是不是光看那一項？因為反正都已經那麼慘了，它也不用殖利率多好，反正就拼它未來成長性。我的意思是，把方向換成這裡，會不會更容易挑到標股？如果單純用事後諸葛的觀點啊，其實根本不用看 ROE。對，你單純挑最便宜最爛的股票進去買，漲最多。你去買一堆就是在那個時間虧錢但是沒有掛掉的公司，轉機股那個漲最多，對，10幾20倍以上都有。但是再回頭一次呢，你還是一樣的選股法？我可能會分散一些到我現在我覺得相对有利可图的方法，我可能不會那麼的追求好公司這件事情。明白。如果資本到夠更大，甚至現在的100倍，你還是會現在回頭看，你還是比較喜歡攤下來，還是你會認為我可能在那個時間點我會選擇右側交易？右側對不對？對啊，我也在想右側好好一點。因為就是右側交易，基本上你相對來講你要承擔的下跌的痛苦會少那麼一點。風格問題。對啊。那因為我有一條是講不看財報，是因為我沒辦法理解的是為什麼可以用過去的東西去推斷未來。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市場的反應是比財報還要慢的。你認為是比財報還要慢？並不是都是這樣子，但我只能講說有些狀況下是。OK。對，有些狀況下可能公司的獲利已經改善了好幾季了。對。例如說什麼就是我們會講一個什麼3率3升嘛。對。毛利、盈利、淨利通通都往上跑了。對，但是股價可能完全沒有反應。在那種狀況下，其實有的時候會是相對好的買點啊。舉個例來說好了，2、3年前的旺宏，其實旺宏在起漲之前就已經有很多的跡象了。對，有去注意它財報的話，可以看到說，反正就是他在某一季的財報，他去改變他的折舊方式，那大概就知道他要做獲利啦。這個真的很不容易耶，就是但是其實我記得 PT 上面有人講啊，對，主要是要怎麼去抓到這一項，就变得相对困難。就是會有一些高手在網絡上分享，然後就想辦法找資料。對你，反正你剛好看到了，你注意到了，你就有機会做到這些東西啊。雖然大部分網絡資訊可能是垃圾，但是你現在的網絡資訊，對，但是你只要是看到那個少數的，對，就很有用啦。我自己會挑的股票很多都是可能法人相對來講比較沒有在關注的股票。Okay. 我挑的股票可能大部分在我買進的當下可能是流動性比較差的股票。我覺得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會因為某些催化劑
讓它有機會被法人認同。這是我這1-2年就是有加進來的一些選股的新的概念。對，我懂了。我們最大的差別是，你覺得你比較能夠找到被低估的，但對我來講，我覺得這個市場上，我比較像李伯摩，我覺得一定有人非常的了不起，非常的聰明，他在我前面，所以我不奢求我能夠買到那種股票，所以我們核心的差別在這裡。可是我會反過來想，對，就是會看財報的人是少數。OK， 大部分的人純看技術分析，所以技術分析這一塊反而競爭比較激烈，對啊。可是自營部甚至投信甚至法人，就外資啊，他們的報告其實他們看得很仔細啊。對啊，但是也不見得準啊，老實講。那個我有看到你有寫凱利公式嗎？因為我不喜歡凱利公式。你現在還是蠻喜歡這個東西的嗎？現在沒有啊，我現在也沒有，因為書裡有提到。對啊，因為反正基本上。我就是每個部位就是平均分散，我不會去追求所謂的什麼最佳化獲利啊。凱利公式其實你按照凱利公式去下的話，其實風險都很大，好不好？你會覺得很大？對啊，對啊，我現在風險評估只考慮一個點，就是我在這檔最多會賠多少。我一檔股票賠到歸零，我最多賠2%，對吧？我現在是這樣看的，非常保守，非常保守。因為你持股很多檔，所以。等於是真的是很大資金機構的人會有這種考量，就是20檔，然後追求一個平均值。那因為我不喜歡這麼多檔，因為我一直覺得人生的時間太短，所以我一直覺得運氣很重要。因為不管是以前的那種極限加碼法，還是我們曾經有賺過那種很大波段，我都覺得老天有幫忙。對啊，因為你現在可能就沒有這種行情啊。但現在還是有一些特殊行情。我的意思是，我現在我的核心理念還是怎麼樣在運氣來的時候去賺很多。因為我的假設是，如果運氣沒有來，就算了。因為我覺得一定要靠運氣幫忙。所以我現在所有的操作模組就是賠是固定的，所以我講風險報酬比賠我都鎖好了。但我希望運氣來的時候我可以賺多一點。我還是蠻看重運氣，但你似乎是希望把運氣成分排除來操作。也不能這樣講啊，因為就例如說，本身不太喜歡單純的設價格停損，但是那些用價格停損會被掃出去嗎？在什麼狀況下你要承認自己是錯的？未來如果會是一個大頭機家的話，